人叫 Hobson， 这个人呢是个英国著名的中国陶瓷专家，因为他在25年写过一个明代瓷器，啊，另外呢就是远东陶瓷手册，啊，这个主要介绍的是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一批东西，这是1937年到1948年写的。另外呢就写了一个帕谢瓦尔大卫的爵士收藏的中国瓷器，啊，这个人他是一个学者，啊，学者，他当时呢就发现了，啊，我估计他们因为关系比较熟嘛，就是刚才我讲的，实际上这些学者反的，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啊，去和他们进行交流、研究、探讨。这就是欧洲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国陶瓷的时候，为什么能走到中国的前面的原因之一。这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必须要知道的。这个呢，也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啊，因为它上面首先有款嘛，对吧？至正11年嘛，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而且有干支年款的这种东西啊，这个啊，元代有，再往前有没有也有，啊，这个我们17世纪青花瓷器的研究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啊，究竟是崇祯的，还是康熙的，啊，天启的，搞得很纠结，啊，这个干支年款。那么按照我们的逻辑来讲呢，干支年款一般来讲它是比较准确的。你像他这个写的至正11年，是吧？这个干支年款基本上就定下来了，啊，没得错。这个年代是公元1351年，啊，那么这个呢，因为比较明确，他写的是至正11年。比如说用什么辛酉啊，什么癸卯啊、癸丑啊，这个东西呢，相对难度就要比这个大一些，啊，这个呢也是我们讲，当时呢这个 Hobson 呢，他注意了这一点，也关注了它。那么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馆长叫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啊，他到伦敦大卫德这个中国文化基金会啊，看到了这一对瓶以后啊，兴趣盎然。哎，他发现这个东西很好，而且上面有这个啊年款，哎，他呢就想从这个上面作为重点入手，来研究啊元代青花瓷器。正因为这位波普博士拓展对元代历史文化以及青花瓷器进行了这个开创性的研究，那么他同时也查询了啊，在伊朗阿特比尔零寺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莱伊宫所收藏的这批瓷器以后啊，他在52年发表了啊这个伊斯坦布尔托库卡比宫殿博物馆所收藏的14世纪的青花瓷器啊这个著作。然后呢1956年又发表了阿特比尔寺所藏的中国瓷器。这两个著作啊研究的成果，它是以至正11年的这个铭文青花瓶为标准器的，然后再拓展研究。那么它这个拓展研究呢，它就是根据这个考古学中的标寻学的这种理论依据。因为大家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标寻学啊，是在考古学当中用的比较多。那么考古学呢，是欧洲人发明的，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是将进就熟，所以用这种标寻学去衡量、去对照，啊，然后对上面的纹饰加以研究。把凡是与之风格相似的景德镇在14世纪的生产的成熟青花器称作至正型的产品，这一点呢得了全世界的公认啊，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呢在当时来讲啊是比较轰动的啊，这样的话呢就奠定了
国际陶瓷研究领域元代青花瓷说的基础。原来我们不清楚，通过这2个著作，把这个理论、这个基础给垫实了，而且呢，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认可。那么，随着这个之后，我们国内的一些元代的遗址窖藏包括元末明初墓葬当中陆续出土了许多元代青花瓷比如说我们北京市的后婴坊的遗址，旧鼓楼大街的窖藏，河北保定市的窖藏，江西吉安的高安的窖藏，江苏省金坛的窖藏，我们南京市江宁明初王侯墓，湖南省常德元墓，包括江西省鄱阳元墓等等等等，出土了一批元代墓葬里边的一些瓷器。那么这些瓷器丰富了我们对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是吧？那么这就印证了亚历山大·波普博士的他的理论，丰富了他的文化内涵，让我们国内外的所有的专家学者，包括一些爱好者、收藏家，对元代青花的认知又提高了很大的一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所长刘兴元刘先生他还专门写了文章的他就强调一个，就是元文宗图提莫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他这个呢，刘先生他这个人考证还是这个学问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学者，他就把这个元青花的年代更加细化了，他就提出了这个伊朗、土耳其精美的元代瓷器，多数为元文宗赏赐给伊里汗的，烧造的时间，而且细化到1328年到1335年，这个时间就更加的细化了，比英国伦敦大卫德中国文化基金会一对青花瓶的烧造时间又要稍早那么一点点而且为原将卓院驻陆金玉人将总管府下的官窑浮梁瓷具烧造的论断。所以我们讲这个元青花这个论断，通过这个亚历山大·波普博士的这个理论的阐述，以及我们国内这么多元代墓葬的出土印证，使元青花这个理论这个成为我们大家的共识。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元青花，我相信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不懂的元青花包括这个外销的到西亚的，另外呢还有外销的到这个南亚的有官窑的，有民窑的现在光是这么一说但是民窑确实相对来讲，民窑呢材料用的差一些。所谓的材料是指什么呢？指青花材料，指工艺水准要糙一些。而真正去西亚的用的就是那种苏麻离青的料这个我们之前我讲过这个青花各个不同时期的青花瓷器的这个鉴定讲到过那一部分，在这儿我们今天就不去再阐述它了因为这个跟我们17世纪呢这个还是有一点距离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欧洲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已经在深入的、细致的，在认真仔细的观察和研究我们中国的青花瓷器，其中的一个成果就是解决了
元青花的问题。至于说后来到唐青花的问题嘛，那是我们来说话了，因为是我们参与的，因为我们是经历者、参与者、推动者，是吧？那个跟其他国家就没有关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但是这个呢，在当时来讲是非常轰动的，非常轰动。也应该说，外国人为世界打开了这口窗户，挑开了这个面纱，让全世界的研究者都知道了元青花原来它是这样的这个呢，我们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们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应该对这个呢加以表扬这是外国人为中国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个我们应该要加以赞许的。这是我讲的这个也是20年代研究的第一个成果那么第二个成果是什么呢？这就跟我们现在讲的有关了，对17世纪青花瓷器的关注与研究，这个呢和我们息息相关。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和收藏家叫哈利·戛纳爵士他呢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和政府学家他这个给他这么一个称号我有点不太懂因为讲数学家这个我还懂，政府科学家我这个名词比较新鲜因为给他这么一个名称我有点不太懂学识浅薄但是呢人家是给了这么一个称呼，同时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孜孜不倦的学者和收藏家这个呢其实更多要讲呢，他应该是一个收藏家，但是呢他也是个学者，因为他出了一本书叫《东方的青花瓷器》，这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这本书呢由我们厦门大学的叶文成老师叶文成教授翻译的也在80年代以后翻译的。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呢就跟我前面讲的那一部分就明显的结合起来了。他在这本书中说什么呢？近年来有一种自发的研究倾向，即把注意力集中在14和15世纪生产的早期青花瓷器上。我刚才讲的元青花正好是在这一段时间上面固然这些原先了解甚少、具有雄壮浑厚装饰和优美造型的青花瓷器应该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但是晚明和清代优秀的作品也是不可忽视的你看我们这个戛纳爵士在50年代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了。那个时候他也知道我们这个大卫德基金会前面的这个波普博士研究的成果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这个戛纳爵士呢也是能够深有体会的，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元青花这么轰动，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了，除了它在学术上的地位和研究的影响，我们不可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影响，那就市场的炒作。最明显的就是2005年的鬼谷子下山这在本世纪是创了世界纪录的，因为它能达到上亿的价值，这前人任何人是不会想到的。所以这种双重的作用使元青花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它。那么17世纪的青花瓷器的关注呢，显然
和元青花相比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受大家的重视。所以，我们这个戛纳爵士啊，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已经很清楚了啊。我们不能认为高质量的青花瓷器只限制在玉器，就是我们讲的官窑器啊，专门为宫廷使用而生产的瓷器。我们经常发现，为其他用途而制造的瓷器，也有一个生动美丽的纹饰图案。而这种淳朴活泼的风格，同一些玉瓷相比，迥然不同。例如，在17世纪上半叶，中国生产了一种漂亮的，被称为过渡期瓷器的青花瓷，在它们当中，质量最好的却通常不带年款，而这个时期带有天启或崇祯年号的青花瓷器，无论质量或者青花发色，都是较逊的。这个逊啊，就是比较低的，档次比较差的，啊，逊人一筹，这个逊。你看，所以我们这个戛纳爵士啊，在50年代就发现了这些问题。而这些东西啊，我不知道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是不是大家都了解这些东西，都认知这些东西。尽管我一开始就讲了，我们在80年就开始了啊民间窑青花瓷器的研究啊，到了00年啊，我们这个我也在2000年，这是2000年啊，等会儿啊，这是我出的一本书，我和穆青啊这个出的这本书《明代民窑青花瓷器》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话呢，当时你看我们这个目录里边啊，大家注意一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目录里边，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个里边除了郭学雷写了崇祯顺治年间的景德镇青花瓷器研究以外呢，你看我们绝大部分的都是写的什么呢？民窑青花的这个早期的东西啊，元代青花、洪武民窑青花、元代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啊研究的这个崇祯的东西呢，包括顺治的东西呢，相对比较少，相对比较少。所以这个呢，也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受限。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一部分的时候呢，还是因为我们那个条件受限啊，最初呢，我们研究主要是以成化之前。就是洪武到成化这一段时间的青花瓷器，因为这段瓷器呢，相对来讲，在那个时代啊，包括我们一些专业的文博系统博物馆都不是特别清楚的。我是1985年，对，我那个年呢正好是得了这个心肌炎住院是4月份住院，在住了大概有20天医院以后呢。除了天天挂水吃药以外，后来有一点好了一点以后呢，我就经常跑到医院外边来散步。但是就是这个散步让我发现了，我们离这个医院不远的地方大概有几百公尺一个地方叫缺口。这个呢是我们扬州市医学材料厂，它正好一个扩建工程，而它扩建的这个地方呢，在我们明代早期从洪武开始。一直到成化年间，这个地方呢，是当时的一个叫缺口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缺口地方呢，正好沿到这个河边，因为它是运河嘛，沿着河边建的这个一些酒坊、酒店，
就设在河边，那里边呢就是这个挖土的时候挖了很多的瓷器，碗呐、盘呐、碟啊、壶啊什么东西，挖了很多出来。就是通过发现了一个缺口遗址以后呢，我们把洪武到成化这段时间的民间窑青花瓷器啊，有了一个很清醒的、很清晰的认识。同样，也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发现了这个景德镇从洪武到成化年间的单色釉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单色釉，比如说酱釉啊、蓝釉都有啊，这那个都是因为这个酒店打破了以后就扔到这个水里了，扔到河里了啊，那么这些东西就完整的保存下来。所以我们有那么一个机会，所以后来的东西呢，也是根据城市的规划建筑，我们才不断的慢慢减。比如说弘治啊、正德呀、嘉靖啊，一直到崇祯时期的这种东西，这是有一点减一点，所以不像那个比较系统啊，所以也是星星点点的，这么一点一点学，一点一点研究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出版的这个著作当中呢，它呢只是占了一小部分，啊，只是占了一小部分。所以研究的话呢，也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情况，啊，所以也是顺带着在研究的，顺带着研究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著作当中这些东西呢，相对的不是特别的多，不是特别的多。那么这个里边呢我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讲的大卫的爵士大卫的爵士就是这个人我这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既然我有这个资料，就是这个人叫大卫的爵士，帕西瓦勒这个呢就是他当年到中国来筛选1935年到1936年在英国中国文物展览的这个青铜器这是他还在到中国来筛选的。这个呢就是当时你看，这就是帕西瓦勒、大卫德，这都是我们中国的那个时代的一些研究的专家学者是30年代的。这个是他的太太这是他的太太和他，这个已经是老年了。这是在这个英国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英国伦敦呢这个大卫德中国文化基金会的所在地。这是2005年呢我去这个基金会去参观的时候，大家看一下，1、2、3、4、5层，这个2层、3层、4层的基本上全部是他的收藏陈列，但是最后呢也是维持不下去了，把他的东西呢托管给这个大英博物馆了。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以后去只能到大英博物馆去看了，而且呢大英博物馆里只是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我当时在这个现场拍的照片这是拍的照片。你像这个鱼缸，这个鱼缸是大明隆庆年制款的鱼缸，这是一个青花五彩的这个里边多了，你看这粉彩的很多看一下就算了。这就是当时陈列在他那儿的这个瓶我们当时是拍的拍的瓶。这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的这个馆长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就是他他手上抱了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德清窑的黑釉的鸡首壶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所以我们说也要感谢他，就是他把我们元青花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感谢的这位美国人美国人。那么刚才我忘了给大家看，刚是一个心儿的给大家讲。
这个呢就是哈赤，啊，就是这个英国人，梅克尔哈赤，啊，你看他手上拿的这个瓷器啊，就是海里边打捞出来的，啊，海里打捞出来的，啊，这个他还是年轻的时候，啊，刚才那个已经晚一点了，啊，这反正给大家看一下吧，就这个人，你看没有，穿的潜水服，打捞出来的瓷器，这个人打捞的可不是一点点啊。我们刚才讲的只是其中举了一个例子，这个是南京号，啊，还有一个泰兴号，那个里边的瓷器更多，60万件。那个是清代康熙的，他这拿出了一部分，把其他的通通砸碎。你说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就这么干的，而且也是在中国海域里边啊，南海海域里打捞出来的。然后东西少才贵嘛。然后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卖，这就是这个人，这批东西就是南京号里边的，啊，就是南京号的东西。你看它后边的这种潜水器，我们中国人没有的，啊，所以中国那个时候啊，真的，这个看到这个东西很伤心啊，这些东西没办法拿回来，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呢，也是鞭策我们，一个呢就是国家的强大。我们才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望洋兴叹，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自己，啊，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场景，啊，好的，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些东西说起来是伤心的，啊。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戛纳爵士啊，讲到了这些17世纪的问题，而且提醒我们啊，这个每一个收藏爱好者不能光顾到这个官窑器，光顾的元青花如何的优美啊，如何的雄壮浑厚，而应该关注啊过渡期的瓷器，其实它们的图案也是生动美丽的。这个就是我们50年代啊。其实呢，这个在戛纳爵士写这本书之前，东方的青花瓷器之前，在上个世纪的1910年至1913年，同样是一个德国的学者，叫弗里德里克·帕泽斯基啊。这也是个学者，也是个德国人啊，在研究中国陶瓷，介绍一批西方国家收藏的中国瓷器及相关古文献的时候，最早的注意到了明代万历以后这一段长期被人们忽略的一个领域啊，就是有关崇祯顺治青花瓷器的纪年器物。其实你看，上个世纪的10年、13年，就有德国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纪年，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干制年款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比我们中国人研究这个东西要早了几十年，早了几十年。那么通过对大量的有确切纪年器物的排列、比较、甄别，提出了过渡期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研究的人呢，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讲，哎，这个是崇祯的啊，这个是顺治的，那个是乾隆的康熙的。过渡期这个概念呢，在我们学界也是过去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我们本世纪在我接触的很多朋友当中很少有人提这个这种说法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指出了这个瓷器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这个呢就是帕泽斯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么同时的呢，还有一个人是个英国的著名的古陶瓷研究专家，他叫霍尼。这个人
这个专家呢，他是毕生在研究东方的古代陶瓷和欧洲的近代瓷器。这个人的造诣也是比较深的啊。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呢？中国之陶艺，晚期中国瓷器指南。哎，他这个是以伦敦维多利亚奥尔伯特博物馆啊，以他们的收藏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这是1927年写的时间很早。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就是10年到20年的这一部分呢，就有一批早期研究中国青花瓷器的专家学者，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关注到了这一个阶段的青花瓷器，也就是过渡期的东西，过渡期的东西。那么，真正呢，上个世纪的5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一个研究中国青花瓷器的热潮。刚才我们讲到的是这个亚历山大·波普，这个也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同时期都是在研究，只不过选择的对象不同，那么这个一批人呢，他就是研究的过渡期的东西，而波普博士他是以元青花为切入点的，当然还有研究其他的东西，但是最著名的主要是这2个。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他的成果应该说是硕果累累，硕果累累。那么这一批热潮当中呢，尤其是英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叫 Janis， 还有一个学者兼收藏家叫 Hardganas， 就是这个爵士还有一批人他们呢就是对明末清初写有干支年款的青花瓷器呢进行这个深刻的、细致的而且呢富有成效的探讨。通过他们揭示了明末清初青花瓷器的真实面貌，就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波普博士一样。正因为有他们，给我们打开了这一扇窗户，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些东西它的客观存在和它的重要性。那么，这个相比较和元青花相比较而言呢，我们又说回来。由于这部分东西它没有市场的运作，所以它就显得有一点默默无闻。元青花呢是的确，说老实话，它这个影响太大了，影响太大了。你比如说，我们83年的江西高湾窖藏那批东西，因为这个窖藏，我们高湾专门建立了一个元青花元代窖藏博物馆，就为了这批东西，在当时在我们国内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保定窖藏，也是影响很大，但是它的数量没有高湾的那批多，所以这个都是有客观原因的，客观原因的。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那么我们又要把它拉回来，要给大家讲我们中国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是贫穷落后4个字，这个没办法。那么这段历史呢，我也是要给大家讲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讲是毛泽东主席那么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胸怀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开除求急的危机意识和尽早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个我们现代人比我年轻的人一定不知道的。
我们经历过，我们知道，啊，因为什么呢？落后要挨打是我们现在经常提的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老一辈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老一辈，我们现代人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我们今天的成果，如果没有他们去打好基础，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现在就否认过去，这是错误的。还是刚才我说那句话，弗拉基米尔·列宁讲的那句话，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一辈为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我们过去一句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们落后要挨打，我们落后就容易被世界所排斥，就是所谓的开除球籍。地球，我们中国算一份子，这是一个大的一个集体，我们不能掉队，我们不能被别人开除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一辈要尽早的改变我国落后的面貌，所以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制定的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我们那个时候口号喊得可响了，是吧？以及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搞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叫三面红旗。这个大家不知道，大家看一看，南京长江大桥上面有三面红旗，那个三面红旗就是我们50年代提出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我讲的这些和我们这个主题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也是历史，这是过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南京长江大桥上还保留那个东西那就是我们过去的党的总路线大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那么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祖国大地上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冠快变，超英赶美。这个当时提出了超英赶美，大家不会难以想象那个时候我们真是这样的，一定要超过英国，赶过美国，就是这么提的。一天当一年过，就这么干，没日没夜的拼命干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教育、文化、科研各个方面也是快马加鞭的，也是准备要赶上这个经济发展的势头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情况。那么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江苏省文管会所在地是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我这个里面要讲一个人，大家不知道，这个我们过去江苏省省会是在南京的，但是在解放初期它是直辖市。为什么？因为蒋介石在南京立的国都，所以南京是直辖市。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先废除的就是南京这个直辖市这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历史。然后呢，我们当时的这个文管会就在苏州，后来才搬到南京的，在南京博物院这个时候呢，里边有一个人物我给大家讲，这个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故去很长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在职的老先生叫王志敏，也是我们扬州人他呢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在文管会工作嘛，
所以他经常是穿梭于街头巷尾的。那么主要的工作肯定是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因为这个战争的破坏有很多地方要恢复，要保护，要立法，要有人去宣传，但是也要有人去发现呀。你不发现怎么保护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苏州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现在是旅游景点，但很多都是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很遗憾的是，本来苏州可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但是后在拆的是面目全非了，就跟我北京市一样这个挺可惜的挺可惜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他是比较关注于地表上的这个文物保护情况。在这个期间，唯有他最先关注的是老城区的这种旧宅翻新和改造和新的这个新建项目的施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了经常挖土以后会出现青花瓷片。这个青花瓷片当然它上面的图案也是各式各样。大家首先要知道苏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就和我们扬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扬州捡这个瓷片，包括我们国家文物局在扬州设培训中心，我们带我们的学生在老城区里边，只要看有建筑工地都去捡瓷片，通过捡瓷片再来学习就是这样。所以他当时最先发现这个问题，这个地表挖了以后有这个东西出来有的图案还不错，有的还带款，有的大明嘉靖，有的大明成化，也有康熙的，也有反正很多，有的花押款有很多，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又捡回来那么捡回来目的是什么呢？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儿，那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他有这个责任，有这份心，他去研究研究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作为他来讲呢，因为他不是个专业干部了，刚开始是搞文物保护工作，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找什么呢？原来在苏州文物商店有一个老先生，现在也故去了叫什么呢？叫张永昌，张宗仪先生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我要提一个人，可能镜头前的很多朋友一定熟悉的，张宗宪大家都知道吧？尤其是我们做文物生意的这些朋友一定知道香港张宗宪，罗卜张他是张宗宪的堂兄叫张宗仪，也叫张永昌。张宗宪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张永元，所以他既是宗字辈也是永字辈他是他的堂兄，是我们国家鉴定委员会玉器鉴定的专家。所以这个王之米先生呢，就把这个瓷片找他，跟他去研究探讨这个事情。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家研究探讨，自己也有很多的心得。那么作为那个时代来讲是非常不容易哪有什么自己要出版一本书要国家来投资，没有的，就自己掏一点钱，出了一本小册子民窑青花瓷器，很小的一个小本子因为我见过这本书那么由于这个年代的限制那么研究的这个观点结论呢，可能受那个时代和区域的限制有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呢，能够把它出来，这已经开创了我们国内对民间窑青花瓷器研究的先河。这位老先生，请大家记住他，叫王志敏王先生那么
尽管呢这个书啊在当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啊，这个很多内容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引起很多人重视，但是在当时真的是了不起，啊，现在我看提的人都没有的，所以我今天在这儿一定要提一提这位老先生，啊，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60年代也有研究青花瓷器的，和50年代比起来呢，要晚了10年以后，啊，晚了10年以后，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受条件的限制，这个太简陋了，啊，没有条件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就是讲到我们过去啊，在学习和研究方面受限制太多，啊，那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钱。第二个，信息交流没有，不像现在马上电脑这一长，哎，我查一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什么东西，我来查查看，是吧？在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呢？是吧？这个馆跟那个馆之间，可能这种交流都很少，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啊，非常艰难的事情。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国内文博系统对50年代西欧专家学者有关明末清初瓷器的观点，因研究条件受限，认知不足，思维趋于保守，并且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呢，就是明末清初绝大多数青花瓷器仅有的干支年款，啊，也就是那么一点点，所以长期对明末清初瓷器生产年代这个说法不一，使我们讲这些作品的甄别研究工作呢就变得迟滞，而且呢变得更加的混沌起来了，就是始终分不清楚。直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们在看到上海博物馆陈列的那几件东西，啊，这上面都有干支款的，究竟是崇祯，还是天启，还是康熙，甚至是雍正？这个因为这个干支年款它是60年嘛，一干支嘛，啊，那么所以这个始终是反反复复的，啊，不是那么特别清晰，啊，所以对这个问题呢，难度其实当时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大的。只到了什么呢？1981年，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举办了一个什么呢？明末清初瓷专题展览。我们讲英国有一个东方陶瓷学会，香港呢也学英国，啊，也搞了一个东方陶瓷学会。当然，里边的成员也都是这些收藏家、爱好者，啊，那么涉及的内容呢，它还是比较广泛的，并不局限于说过渡期的作品，还包括前身作品，啊，此次展览再度成为海内外古陶瓷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这已经是81年了。那么这个时候的香港陶瓷学会的会长，这是个医生，叫叶毅，啊，这个我相信镜头前的朋友估计大家都没见过他，啊。83年我专门接待过他，啊，他到我们文物商店去，是我亲自接待他的。这个医生呢，在香港啊，他是闽球精社的成员之一，医术很高明，啊，但是呢，他是个官夫，一辈子没结婚，但是他对收藏的热爱，的确是非常的执着。他这个人呢，为什么不结婚呢？其实也挺悲哀的啊。他是一个尊重科学的人。
他不结婚主要是因为他们家有遗传得脑癌，他的父亲脑癌死的，他的2弟弟也是脑癌死的，所以他也知道他也是迟早也会走这条路，所以他不想牵累别人，所以他一直没结婚最后他也是这么走的，很意外。因为83年我接待过以后呢，没有大概半年多以后吧，还是多长时间就走了。他的收藏是什么呢？他喜欢竹雕、犀角这个我们也后来专门有2场他的一个拍卖会在香港，也收了一部分瓷器，所以他这个时候正好是兼任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会长那么他在展览之前，他专门有这么一段话的，他说明末清初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是一段多姿多彩的时代，大量的加鲁瓷运销欧洲，这个里边多了一个词叫加鲁瓷。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不懂什么叫加鲁瓷，就是克拉克瓷，这个我想大家就懂了。过去叫加鲁瓷的那么对欧洲瓷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展览的核心是一类称为明末清初瓷器的青花佳品。这类作品带给陶瓷艺术一种创新的绘画风格，自然、写实，从传统和黄石的款式中脱变出来。这就强调了过渡期这段时间的它的工艺，尤其是绘画工艺的特色，它完全从传统的比较龙凤这种黄石的这种款式当中完全脱出来的，它完全是一种现实的、自然的、写实的一种表达是人们的一种感情的一种宣泄这个呢，另外一类呢，就是同样重要的作品，是天启崇祯时代销往日本的贸易瓷，包括兼有釉下彩和没有釉下彩的这个彩釉瓷器、古染覆瓷和祥类瓷。这类瓷器对日本陶瓷影响深远，日本人十分欣赏这个完了以后来找找看这些彩瓷给大家也看一看那么所以他81年搞的这个明末清初瓷器展览这个特展把这些内容全部涵盖在里边了。那么所以呢，除了香港以外，纽约等地呢也举办了这种明末清初瓷器的这种展览，并且大家注意涌现了一批研究明末清初瓷器的专家学者，这个学者就多了，比这个20年代那个时候要多得多了国际上呢有 Steven 利特尔、居利亚·柯蒂斯是吧？这些都是老专家了都是中国陶瓷专家，还有玛格丽特麦德利这个巴特勒迈克尔·巴特勒还有日本的西田宏子，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想镜头前的朋友如果有心今后在研究的话呢，这些文章都值得一读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佳士得最近好像有一个拍卖，里边就有迈克尔·巴特勒收藏的一批东西，这批东西拿出来拍卖了。因为巴特勒先生呢，巴特勒爵士因为他故世比较突然，那么所以子女们呢把这批东西就分了。分了以后呢，小女儿是一心一意想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从事这方面的收藏。
但是其他的可能不一定喜欢，想把它拿出来，把它拍卖。这些东西啊，凭良心讲，巴特勒爵士呢，这一辈子他的心血真的不容易，能凝聚到一起，这是其一这是他的劳动成果。其二，他的研究价值太高了，因为他的收藏有记录，哪年收藏的，什么情况这个呢都是我们每一个收藏爱好者，尤其是我们学鉴定的朋友，这些都是标志性的作品。你以后看到这种东西以后，这一类的东西，你就会想到我手上收藏的，或者说巴特勒爵士收藏的有这么一件东西，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这有助于你在众多的瓷器当中能够很好的把它甄别出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学鉴定的朋友或者是一个鉴定家所必备的条件。如果你没有这些这个知识含量的储存，那么你的鉴定永远是跟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讲学习非常重要，但是有些标志性的东西是一定要记住的。这个是我们讲的国外的研究成果。那么如此多的研究成果呀，促使了国内的陶瓷学界开始关注并且接受了我们海外学者们关于明末清初相关这个理论的论述。这已经到了80年代了真正到了80年代。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国内的这些专家学者呢，的确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深入的研究。你像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汪馆长那么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明末清初这个景德镇制瓷业的重大转折这个是我们汪庆正先生汪馆长写了一篇文章。那么馆里边呢，陈文平或者这个陈先生呢，他写了个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器。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上海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的刘朝辉教授，他也写了一个瓷画、版画和文人趣味这么一个文章。这个3个文章都从3个角度去写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江苏省文管会呢，张普生先生他就接过王志敏先生的这个接力棒了，继续从事明清民间窑青花瓷器的研究，出版了《青花瓷器鉴定》的这一书。所以呢，这些先生呢，为我们民间窑青花瓷器的研究呢，在国内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个呢，是在我们80年代、90年代研究就要逐步的深入了。当然，我们也是这个队伍当中的一员刚才我给大家看到，那是我00年这个出的这本书这么多年也没有再出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研究是越来越精细化了所以我们细到了每一个细节上，大家都有人来阐述，所以我们觉得有的些东西再写的话呢，也是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我就没有再更多的去写它。因为而且在这本书里边呢，其他的诸位先生们，他们都讲的是纹饰研究的造型，而我呢，主要研究的是民间窑单色釉的东西。在这个之前呢，这个故宫博物院吕成龙写了一个这个紫禁城里收藏的，就是故宫收藏的一些官窑的单色釉因为那个东西都现成的我们这个写这个东西就太难了，因为民间窑单色釉从洪武一直到明末，这个
东西极其有限，我们看到的也是很少很少，所以研究起来难度就非常大，啊，如果再用文章来表述啊，就更加难，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查阅资料好了，是吧？电脑上去搜，我们那个时候搜什么呀？没搜，没办法搜，啊，也没这种条件去搜，所以很难，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啊，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在研究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一段的历史要认真的去研究一下啊。底下呢，反正我还在继续跟大家讲啊，继续在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事情啊是值得和大家来分享的，也非常有意思。而且呢，有很多事情啊，是我们无意当中做出来的，但是实际的效果呢，却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啊，就比如说2005年我搞的那个梅子初心龙泉窑的那个展览，就是拍卖会就这样的，没想到啊，结果在全世界一下子整个就动起来了，这个就让我感觉到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一样的道理啊。我们底下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具体在讲我们经历的一部分的事情啊，所引起的社会上的一些轰动和变化，好吧？因为今天的时间呢，已经都到了5点半了，本来我还想继续往下讲，看来这个时间上好像又有一点不够了，好吧？那我这样，反正我们下个礼拜3，如果没有任何变故的话，我们继续，好吧？我们就这个专题继续谈，和大家相关的问题继续研究。尤其大家要注意啊，我讲的过程当中，很多是我们经历的事情，希望有些事情呢能够传承下去，请大家能记下来，你像刚才我讲的王志明先生，没人知道的，那么这个先生60年代就研究了，可是，在我们的所有的记录当中，这个事情，这个人好像就是人间蒸发，没这个事情，这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小小的浪花，但小归小，但是它曾经是一朵浪花，所以这个呢，也是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大家能够记得它，那么今天的时间呢，基本上已经到了这儿了，我又没有办法这个和大家分享您那篇单身又发在哪里？哎呦，对不起，我是在我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那本书上的，是我这本书上的。这个单身用呢是在这本书上的这个是穆青汤伟健，这个是明代民谣青花瓷的这本书上。这是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好吧？这个里边呢有这么一颗内容，看见没有？就这个明代民谣颜色釉瓷这就是当时我写的，好吧？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一次再见，好吗？谢谢。